大家午安，我是钱莹，欢迎来到全球大量化。好，今天同样要邀请到是我们最棒的嘉宾郭正亮老师，欢迎老师。新年快乐！好，跟大家先来拜个年啦，新年快乐！在这个龙年呢，希望大家龙腾虎跃，龙中来，好运龙中来啊，全部都来，飞龙在天，飞龙在天哦，直接飞上天是吗？希望大家一切都好运啦哈。不过呢，新的一年其实呢，在国际局势上面，真的也要好好请亮哥来帮我们把脉国一下下。际局正在欧龙水的，哦，真的欧龙水豆有点看不太懂啦，所以请教一下亮哥。在我们网络上呢，就搜了一下，在今天有哪一些最新的国际局势要跟大家分享。其实最主要就是呢，还是对上美跟中啦啊，因为我们就发现了，美国呢现在虽然说派了这个经济访问团，因为美中他们有一个经济的工作小组嘛，那之前都在美国开会，现在第一次呢移师到了北京开会，去了之后很有礼貌，说呢，彼此之间有什么深度沟通哦，深度交流之外。有机会吗？我们今年叶伦再来跟您拜访一下下什么时候方便啊？好，但另一回合，马上要看到他们的外交上面派出的是被称为印太沙皇的坎贝尔。您怎么样来看坎伯出任？坎伯其实一直以来在亚洲，譬如说 Private to Asia 这些政策上面，他都是有蛮重要的角色，一直以来是比较是强硬派，比较是鹰派。您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个布局？我那个 Campbell 是民主党的鹰派啦，对，因为那个Quad就是他弄的嘛，还有那个 AUKUS 也是他弄的啊。那基本上就是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凑成一个军事同盟嘛。不过这个都是他在白宫当这个印太事务主任的时候弄的啊，所以是属于决策层的。那只要苏利文同意，拜登同意，那就变成政策了嘛。那苏利文基本上当然把亚太的事务由他先做处理嘛，那现在到了来当副国务卿，这个是属于执行层面这个不是决策层面，所以我认为他不一定会因为当了副国务卿就会有更好的表现因为他在白宫印太事务的决策，他是蛮重要的。可是到了副国务卿，这属于执行面他上面的长官就是那个有名的无能的布林肯被称为好好先生的布林肯。对，布林肯我认为能力相当差了是美国历届难得看到这么无能的国务卿你看他现在去中东第5次了，对然后去欧洲也一事无成，到亚洲也一样那反而他在白宫的时候还做得有声有色不管你赞不赞成啦，至少Quad、AUKUS 都成型了，所以在运作当中所以他来接副国务卿，尤其又在拜登最后1年，对，你知道拜登也可能会败选嘛？是，我认为很难做事，因为拜登11月搞不好就输了。那 Campbell 你现在接的是副国务卿，你上面还有一个长官叫布林肯你这样有多大的施展空间，实在令人怀疑了。但主要的这个策略上面，大家因为看到他出现，就想说会不会其实在过往的接下来这几个月，就会越来越强硬，因为现在基本上好像在这个大选的过程当中，大家是在比硬的，比谁比较厉害。你再怎么强硬也比不过川普我跟你讲而且你是副国务卿嘛，那我认为美国事实上一些已经成型的部长了，所以坦白说这些都很有来头的，比如叶伦，叶伦当过联准会主席，这个不管是学界声望啦，或者是在整个政府财经政策的权力决策上，都是 No.1 那商务部长Raimondo 他是州长出身他有把你看在眼里我相当怀疑我认为比如说像戴琪都已经被偏到边缘去了就是拜登的整个对中的财经政策就是叶伦还有这个 Raimondo 在当纲啦，因为叶伦不管科技战嘛，对，可是不管是财政或者是相关的这个财政的政策啦，或者是对中的总体的经贸政策，大概都是叶伦。
那这个坎贝尔不容易失上力了。那你说副国务卿，你可能是从亚太开始往外扩，对不对？你就不只负责亚太了嘛，可是其他领域要介入空间不大啦。比如说乌克兰是另外一个副国务卿在处理啊 ，Newland 啊，那 Newland 真的是这方面的专家了，他从2014年就开始搞了啊。那欧洲我不认为 Campbell 使得上力，中东我也不认为他使得上力。这样听起来不就比原本的没有比较好？本来就是啊，我觉得他本来当印太事务主任，真的是权力比较大，而且他是公认的。中国跟日本，尤其是中国啦，他是专家，这是公认的。对。可是不会有人认为你是中东专家啦，也不会有人认为你是乌克兰专家啦，我是不认为。OK， 所以到底有没有会比较好，或是后续的情势上面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那当然，现在这个人事案一出来之后呢，大家也开始看美中之间的一些关系了。比较新的是现在发现了，可能也跟他们内部。应该是跟内部比较有关系啦，因为就发现他们现在取消了对中加德韩镀锡钢材的征收关税，这其实跟他们内部的一些商业的部分的一些商界的反应会比较有关。但另一个层面呢，其实这最近也看到了，因为移民政策现在已经变成他们整个大选的一个蛮重要的痛调。那川普的最新讲法是什么？是他告诉你，你知道吗？那一些非法移民。可能是中国的阴谋啊！那刚好在这个时候呢，爆出了说呢，有部分的中方留学生到了美国之后，遇上了签证等等的问题。他们的讲法是说，他们签证的核发是有一定的规矩在的，所以呢，有一些敏感的，确实他们可能会把它给退回去。但是呢，这一切不会影响到民间的交流。其实呢，在美中之间对应的这一块，老师刚好特别提到经济战、贸易战还有科技战会是未来的主轴。那现在大家就开始在问，即便是这样的话，拜登好像讨不到好处。虽然他现在是执政者，但是如果呢，你是用过往的这一些，比如说指标来看，比如说贸易逆差来看，拜登好像没有做的特别的好哦。因为虽然现在呢，这个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是越来越低哦，大概是1%左右，你只能说它就是美中的贸易脱钩的很快。可是问题是，还是跟川普一样，他有做出一些什么不同于川普的方式，或者是路数，或者是告诉大家他真的赢了，好像没有看到哈。贸易战他几乎没有做任何的调整啊，就好像都一样，关税也一样。他说12月底，但后来也没有。我认为拜登就是一个无能的总统嘛，跟布林肯差不多啊。那个川普做的事情，他都批评了，对，没有一个恢复的。我随便举例啊，伊朗核协议。川普退出了，请问他有回去吗？没有呢。对，好。川普这个承认以色列首都叫耶路撒冷，承认屯垦区是合法的，这是违反联合国决议耶。是。请问拜登有回去吗？好像没有没有嘛，对不对啊？好。贸易关税3500亿，平均19.3，拜登是反对的哦，他有调整吗？没有，对不对？那科技战是变本加厉，大家都知道啊。那这个俄乌战争是在你任内爆发的嘛，对不对？唯一的差别就在那个气候论坛他参加了。哦，对，就这样啊。其他他也没有回到奥巴马的 TPP 啊。川普说他不要 TPP 啊，他也没回去啊。他弄了一个新的，也没有搞出个什么名堂出来。对，那 CPTPP 日本邀请你参加，他没有参加啊。所以他就是一个无能的总统嘛。你跟你竞选的承诺完全都没有照做，然后完全都继承了川普的政策，表示你玩不出新的把戏嘛。照理讲，你应该要按照你的竞选承诺来做啊。那结果就只有一个，就是京都协议书啦，气候论坛，就只有这个而已，其他几乎都没有啊。这就表示你的政治能力有问题啦。不然你看他用到最后，他只有一招啊，就是不断的用赤字来补贴，用这样来执政啊。所以在他任内就通过一大堆补贴方案嘛。一下取消部分的学贷啦。那晶片科学法案啊，学的那个也没搞好，通膨减少法案啊，反正都是给钱呐。那搞到
这个财政赤字到34兆嘛，这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他就只有这一招了，他没有任何能力了。就是，然后介入战争到现在都灰头土脸了。俄乌战争啊，那钱用完了，战争也没有结果，对不对？那中东也是嘛，对以色列，布林肯第5次访中东，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一个美国的国务卿啊，这个战争是10月7号开打的，对，到现在多久？已经3个多月，12、1，对，3个月，对不对？3个多月你去5次，然后还瞧不好。对呀，不是瞧不好，问题越来越严重，没法瞧，就越来越严重啊！你美军还死了3个人，对不对？所以是在恶化嘛。那也门胡塞武装还搞了红海的货运危机，表示危机在外溢，在扩大嘛。对，你去了5次没用啊，就这样啊。那所以拜登他现在到底应该就准备下台啊？就准备下台。那他现在在做这个美中的对话，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旧金山拜习会之后他们后续的持续的一些对话。你觉得这个会有什么？这个都是枝微末节，这都不是根本的啦。比如说你有一些理工科的学生出入境的时候被刁难，结果被遣返，这算什么那就是中国学生自己要注意啊。你如果有领过或者在那个美国列为敏感单位，大学上过班、研究所然后做过研究计划，你就会被人家查嘛。那因为你是理工的嘛，人家就多多少少知道你的学校跟谁什么有合作关系嘛。美国人这方面来查你资料的本事是有的啦，几乎都是理工科的学生啊，几乎啦。所以在美中的经济对话的这一块，你觉得后续会有什么样让大家觉得说，真的会什么比较出彩的结果，或者是说对拜登会有利的结果？他谈得到，或者是有办法对话吗？我认为耶伦传出他要访中国嘛，那主要是收集情报吧，跟他上次一样。那会不会再去吃那个吃那个什么菜啊？云南的那个什么？这个菌类大餐，我跟你讲，耶伦是一个很厉害的经济学者啊，他也当过联准会主席，他就是要知道中国大陆到底对房地产危机要用力到什么程度，你的财政的扩张要做哪些项目，然后货币政策要怎么走啊？耶伦大概只要稍微听一听，他就知道回去怎么对付你了啦。所以他基本上是来跟中国大陆的财经界啊，包括商务部长，包括人行的这个行长来做一些意见的交流。那因为他这个人也算正派啦，所以他也会回答你的问题，或者是讲出他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啊。所以人家也很愿意跟他见面，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相当有分量的学者啊。可是他基本上就是来收集情报的，你也不要把他当做 CIA 啦。我是说，因为他是做总经的决策啊，比如说美国的财政要怎么走啊，那还有他的预算要怎么编，然后他可能也可以对鲍威尔有一定的影响力啦啊，因为他毕竟也当过联准会嘛，所以大概就可以从这里。那毕竟这个是2大经济体嘛，对，所以我当然要知道你未来要怎么走啊。比如说他为什么现在去？因为即将要开2会嘛。对啊，所以我来打听一下情报啊。重大的政策会出台啊，或者是未来。对，所以你不要以为他是要来谈什么中美的争议问题，不是的。什么要谈美债啊？不是的，他不会来谈这个啊，不会。OK， 所以只是去了解一下啊，你现在好不好啊？因为现在外面其实有蛮多的这个消息，就是收集情报吧，就是收集情报。讲白一点就是收集情报。因为现在其实，在包括日经最新的一个报道是讲说，现在呢，在美国他们整个股市所有总市值说逼近全球的一半，啊，说中方这边一直在掉，啊，他们从这个数字上面，他们的推测就是讲说，你看现在就是很多资金从中国这边撤出来了啊，到美国这里，特别是在 AI 产业，可能大家觉得那个未来趋势还是在美国。另一个是什么？另一个就是呢，在科技还有财税上面的层面啊，所谓的税务上面关税的这个部分呢，比如说像这一次的经济工作对话。
中方这边很直接就问，他们关心的就是关税的问题。那美方这边呢就讲说啊，你们现在有很多的新能源，然后三星，那这一些会不会有什么产能过剩啊？然后会不会有这个所谓的倾倒等等的问题？彼此提出了这些想法之后，我们也想问啊，因为现在呢，很多人对于中方的经济，特别是这几天 A 股是最热的一个话题，你怎么样来看后续？因为现在说出呢，这个习近平这边呢，他也会有可能跟金融监管这边来讨论股市，然后呢，这中央这边也出台了一些项目，包括说呢不能恶意放空啦，包括说支持并购重组啊等等。你觉得这些对于后续？包括中方的经济体，包括整个两边，比如说美中这种大的经济体的互动会有变化吗？这股市不等于经济啦，对啦，但是是一种给民众的一个民心的感受啦。也没有啊，是啊，美国股市事实上比较好的也只有科技股啊，对，其他也不怎么样啊。那科技股事实上关系到了就业，还有相关在股市得利的人，这还是少数啊。所以没有人会从股市来看经济啦。你如果要这样看，那阿根廷是第一名啊。他上个月股市涨了36%。为什么？因为通货膨胀250%。所以我当然要去买股票啊，不然我的钱就立刻贬值啊。所以这种金融现象，当然中国股市有问题，我同意了啊。那中国股市的主要问题是因为它的资金变少。对。就是说，比如说你房地产就是有受害者嘛。那尤其是中植集团倒闭啊，中植集团是牵涉到房地产的融资啊。那这里面大部分都是有钱人，那受害的人大概有15万户，15万人啊。那这15万人手上的钱回收的大概一般估计大概是30%，你70%的钱就蒸发了。那他怎么会有钱来投资股市？所以那当然会联动啊，就是这个是整个氛围嘛，就不知道爆完了没。我讲房地产啊，那而且规模都如此巨大，所以人家就会开始不敢乱动。就不是说他银行没有储蓄了，不是啊，是那另外就是中国是贸易大国嘛，第二大贸易是欧洲嘛，对不对？欧盟啊。那欧洲经济非常差，所以你就觉得有一些外销订单也不见了，然后内需呢，就有的钱就转不动了，所以你就会发现，比如说中小企业融资可能就会碰到困难。那有些可能本来从股市可以融一点钱出来啊，就你的次级市场现在动不了啊，那你的股市就跌多涨少嘛。那你因为最大的利空就是我钱进去，然后2个月又继续跌多少，所以我干脆就抽出来嘛，就观望。那观望的情况就变成说，大家就是还是有钱的人手上还是有钱，所以他不进场啊，不进场。广义包括买股票，要不要投资新的事业，要不要做高阶的消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旅游业、餐厅有复苏，可是其他的消费并没有复苏啊。我们其他消费广义讲叫做耐久财嘛，个别公司有不错的啦，比如说华为、比亚迪汽车，可是这个你不能用这个来看，你要看总产值嘛，所以你就看到很多地方的房地产在价格一直在下坠，比如说我看了上个月的那个香港的信报财经周月刊他说深圳的房子竟然有跌到70%呢，70%是跌掉70%，跌掉70%，只剩下30%的意思。对，竟然100万的一套房子，它现在只剩30万。那有人就因为你知道嘛，你一旦缺钱了就会杀嘛，那你就会下杀到不合理的价位。那现在就有一堆房6成7成这样下杀，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信心问题了。那你说他拿到那个钱要干嘛？他就是怕会跌啊。我们讲说会跌的意思就是怕通缩嘛，就是资金变少。那不是你的储蓄资金变少，而是在
市场流动的资金变少，你知道啊？那这个就很麻烦，这个包括投资，包括消费，通通都是啊。那不是说你银行里面没钱，所以我也不会说你这个要叫金融危机，不是金融危机，而是给人家感觉什么东西都在贬值啊。那我就晚一点再买嘛，晚一点买不是更便宜吗？啊，这个好像还没有到最便宜的时候。这跟通膨是倒过来的，对，你知道吧？通膨，因为大家预期美国尤其是去年，大家预期会通膨嘛，所以大家就拼命进场买股票，对，所以它的股市就起来了嘛，因为我要保值啊，不然货币会贬值啊，对不对？然后，因为他的钱实在是太多了，他的钱得利于世界很多地方出现灾难，比如说欧洲就有2兆美金的钱跑去美国，所以他就是获利者嘛。可是你不能够假设这个情况一直是这样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美股，我认为我如果现在有钱，我肯定是买陆股了，我不会买美股了，因为这个在低点，最大的这个涨幅就是最大的利空啊，这股市名言嘛。那当然我不是说这个叫抄底了，就是可是它实在是相对低点，我也不知道它会低到哪里啊。可是比如说那天跌破了2700嘛，上证啊。一路下杀到2635，1000只股票跌停，我那天没有进场就有点可惜，因为隔天就反弹了，而且急拉。我的意思就是说，2635这个实在是太，这个就是 oversold 的啦。可是也有很多人会吓到啊，就我跟你讲啊，惊啊，我懂，这个就是股市要有经验，不是给你这种这个小白或者心脏很小颗。我跟你讲啊。这个手里钱又没多少，当所有的人都在恐慌的时候，就是你该贪心的时候；那所有的人贪心的时候，就是你该要谨慎的时候。所以我说有时候是反向思维啦。那当然就是你要买，我随便举个例子你就知道嘛。比亚迪，比亚迪现在的销量超过特斯拉。对，比亚迪的本益比多少？你知道吗？不到20。你知道特斯拉本益比多少？64。这合理吗？听起来不到20，请问这合理吗？还蛮值得。那如果你要买特斯拉还是比亚迪的股票？这不，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嘛。就你还是可以在中国大陆找到，你观察很长的时间，觉得这是稳健的公司。那它因为整个股市在下杀，被错杀嘛，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啦，就是说股市不等于经济啦。你如果说要等于经济，那我们看那个国际货币基金。对中国今年经济成长率，它评估最新的资料是4.5。那美国是2.1啊。为什么中国还是比美国高？那为什么美国的股市涨成这样？中国的股市下杀成这样？这个就是表示你的股市跟经济基本面脱节嘛。那所以我就跟你讲，股市不是经济，就这意思。美国为什么得天独厚？因为它得到了全世界的资金嘛，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美国的政治稳定啊，人家没有会想说有谁会打你嘛，而且呢，你什么都有啊，你有页岩油啊，你也不缺能源，你什么都不缺，对不对？那欧洲北溪被炸一下就通货膨胀啊，所以德国的产业就大量外移，美国没有这个问题啊，所以相对上人家就会从欧洲的股市挪到美国嘛。那最近几个月也挪到日本了，不是吗？对，就日本的股市大涨，也是大涨，对不对？对。那中国大陆据我了解，有钱人呢，你刚刚说大家会怕嘛，所以没有错，有人就撤出。那些都是有钱人呐，因为中国有钱人大概就5%而已了啊。那因为股市是金融现象嘛，所以这些有筹码的人他撤出。然后最近大概上个礼拜的资料吧，大概有600多亿人民币进去买美国跟日本的 ETF 啊，那个一定是全指股嘛，对不对？因为我在立法院，我2届我都在财政委员会，所以我对股市是相当了解的。股市真的不等于经济啊，那你错杀太久，所以以前有人讲过一个理论嘛，就是一条狗链牵着一只狗嘛，那有时候那个狗会走很远啊。可是终究会被这条链子拉住，这条链子就是基本面。
那中国大陆就是那个狗把它跌到楼梯下面去了，那不小心滑倒，我这个狗链子还是把你拉一下，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大概也知道他们的问题了，就是你政府必须要让大家有信心啊，所以比如说最近他就房地产，他知道他房地产出了问题，对，所以结果银行都不敢贷款了，会怕嘛，是，所以他现在列出35家白名单，就说各省市你列出你认为体质好的，你不要乱讲哦，认为这些公司该救的啊，那碧桂园就纳入，那这个就是说你银行要融资啊，因为房地产我跟你讲都是这样啦，比如说你破产对不对？你没有办法知道整个卖给银行嘛，对，我银行再撑个5年就全部回来了，因为它会涨回来嘛，因为现在经济不好嘛，因为我这个看我们台湾第一次金改就是这样子啊，手上一大堆那个叫做不良资产嘛，对，或者有人倒给你嘛，对不对？那资不抵债啊，银行就卡住了嘛。可是银行如果没有卡住，我给你灌一笔这个钱啊，让你再撑个2年，搞不好你就过关了，那就涨回来了，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有一些公司就是这个情况。就是它被资金流动，就是缺乏资金啊。那缺乏资金是因为不是这个体系没资金，中国政府很有钱呐，是民间企业跟民间的消费者不愿意把钱拿出来，因为他会怕，所以你政府只好进来建立信心啊！我就跟你讲，房地产你不用担心啦，35家是白名单啦。OK， 国有银行会灌资金进去的啦。国家队会出来的。不，这个是最近才开始嘛。我的意思说，这个中国政府也是很为难啊。他本来也在想嘛，说我这样进去会不会让这些贪婪的企业主套利成功啊？已经奄奄一息又火起来这样。然后这些人做了一大堆坏事嘛。你知道我的意思？这个有道德危机的问题了，就是说我这样是不是帮了？因为通救啦，不孝业主了，你懂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不能全部救，那恒大他的助理就全部抓起来啊，逼他把钱吐出来啊，你把钱藏在哪里啊之类的，所以在这整顿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在新的一年的这个局势盘整，很多人其实是在看他要怎么样来做相关的调度，然后看一下下。比如说我们台湾的股票已经到18000了，你敢进场吗？有点怕，一样的意思嘛。对，有点怕上去之后就是不同怕嘛。对，大陆是跌到大家不知道怎么办，连那么低的也不敢进。以前大陆是说3000以下就可以进，对，结果现在在2900也跌破2800、2700都一直跌破。那个怕的不一样，对，怕的不一样。台湾是居高思维。对，那大陆是跌无可跌这样。对，在这一次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想要请教老师，你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因为来年科技的这个部分，你觉得中方这边能够有很大的一个突破吗？因为今天新的是说，中芯国际它现在好像可以用现有的技术来做出5奈米了，而且呢，他说，如果这一次真的让它冲过去的话，那之后华为啊等等，他们这一些用量都没有问题，那表示它就完全突破了。这个叫技术可行，对，可是还要看良率，因为良率才能够看它的获利程度。但上一次在这个 Mate 60的时候，已经证明了他们技术上面的一些这个突破的可行性嘛？那现在冲的是，请问你有赚钱吗？不知道。请问你赚多少？因为同样做5奈米，台积电赚多少，你赚多少？这就良率的问题了。是，台积电的良率可能是你的1倍啊。台积电可能是96啊，那你是50啊。因为现在外界的判断就是认为它的良率大概是50，所以它就是只有小小赚。因为有人去看中芯的财报，它并没有暴利，可是就是说没有错啦，那个良率是一个经验值，对，你会慢慢改善嘛，那可是你才刚开始，因为这个也牵涉到你如何施工啦，你可能是用重叠曝光，那重叠曝光每一次成本就要叠加嘛，那台积电是一次就结束了，因为它有那个极紫外光啊，EUV 嘛，那你只有 DUV 嘛，所以你用 DUV 来做5奈米，
你就是要重层曝光，那成本就会增加。所以这个不是能不能克服的问题了，而是你的成本是多少，你赚多少啊？那中国大陆现在没有办法，它只能硬撑嘛，因为它拿不到 EUV 啊。那 DUV 如果未来它自己可以制造，可能成本可以更低了。可是这个也不是立即可以突破了。所以来年在科技战的这一次，除了晶片、除了半导体之外，还有没有哪一个是你觉得应该要注意的？就是在整个科技战啊，在整个科技的领域战场上，应该这样讲。因为现在的话，就是包括了稀土嘛，包括了锡矿等等。我不认为美国在看这一块啦，因为中国者跟家有人去看嘛，就是去年卖给美国后来这几个月都是零啊，可是它一定有库存啊，那就是到那个临界点才见真章啊，那中芯国际还是必须要往下做，就是说你中国大陆还是要有自己的能力要建立嘛，因为这种高阶的晶片，坦白说使用量大概只有10%啊，其他都是用成熟晶片啊。事实上，美国在看中国不是像你这样在看说，先进技术你要突破多少，不是，而是在我认为有2个产业越来越明显，这个会让美国感到紧张了啊。第一个就是电动车，中国去年的这个汽车出口是494万辆，已经超过日本，变成世界第一嘛。对。那一般认为今年搞不好会冲破600万辆，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产业，所以美国很紧张啊。事实上，美国紧张个屁啊！就是因为它根本还没有更新，你的汽车本来就不是有力的竞争品。对，真正要担心的是日本跟德国嘛。日本跟德国前10大企业有4家都是汽车公司，所以你去想一想这个冲击有多大啊！如果汽车出口中国这样一直独领风骚啦，因为它这样冒起来它东西又便宜，对，而且是整个光谱，什么车都有，从贵的到便宜的都有所以这个到底会，而且今年才开始做那个汽车的货柜轮啊，今年订了24艘船要今年出来了，比亚迪第1艘已经出来了，一次出去7700辆车，所以你去想一想它的出口的累计速度，这是第一个。那它的市占率就会越来越高嘛。那第2个是成熟制成的晶片，因为本来有看过一个数字啊，他说2030中国在全球的成熟晶片的市占率大概会到40，2030结果没想到最新的报告说它可能到2025年底或者2026，就已经30了。哇，快了4-5年呢。不是，一个是30，一个是40。可是30就很惊人就前几年才19啊。对。那现在2025年底可能就到30了，将近double。那搞不好2028、2029就到40了那这个会造成一种现象，就是说，事实上全世界大部分的晶片的使用者都是用成熟晶片，90%。那可能都会被中国打败，比如说台湾最明显就联电嘛，力积电嘛，世界先进嘛。那当然台积电也包括在内，台积电有50%是成熟制程晶片，你到时候一定会被它打败，因为它一定比你便宜，就会变跟电池很像，就电池它现在就是又好用，然后又厉害，然后就是市占率就很高。这种价格破坏已经发生多次，面板也是那个 LED 灯也是对，太阳能的那个太阳面板，那看电太阳能板嘛，对不对那还有电器，对不对？手机所以很有可能下一个就是成熟晶片，还有汽车。事实上，他们现在在关注的是这2个，而且这2个为什么关注这2个？因为这2个都是有很大市场的产品。它的产值都非常大，又是你不太可能不买的汽车，
汽车，你光是去看它潜在的使用者嘛，我举例了啊，我常常用这个例子跟大家讲，说中国大陆为什么会去评估说它2030年汽车出口是800万，它本来是评估800万，去年叫中国汽车协会啊，我认为它会提前达标。我们那时候听800万都觉得已经匪夷所思了，对，因为日本就是400多，德国大概300多，等于这2个加起来了，才输你啊。嗯，他那个时候评估2030 800万，我看了，他搞不好2028就到800万了。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性价比实在太高了，它实在太便宜了啊。比如说比亚迪的车啊，比亚迪最便宜的车是8万人民币，那不相当于台湾的 March 吗？他现在最贵的车卖109万人民币，你看这个 range 有多大啊？那这中间有各式各样的车啊，那你去想啊，他就开始进入欧洲的市场，就中低端的啦。一开始什么东欧啦，那个巴尔干半岛啦，就开始买中国车啊。那逐渐的就会渗透进去，比如说德国的中低阶层嘛，他就会开始买中国车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地方就已经发生效应了，比如说俄罗斯。俄罗斯是因为欧美日韩抵制嘛，所以山西呢，日本的车就不再卖了，结果中国就进去了嘛啊。中国车2021年卖给俄罗斯是16万辆，2022、2023，我看到的数字是1到11月，12月还没算哦，76万6、7倍，从16变76。这么快？那我跟你讲，行销理论就告诉你嘛，行销理论就是你那前5%市占率是最困难的，因为大家不知道，那这个要有口碑嘛，不然就是你要用强力广告，对不对啊？那中国大陆不可能去登强力广告嘛，你跟那个世界的名牌怎么比？这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世界名牌现在都不能卖，只有我能卖啊！你看过有这种事吗？就发生了，就发生在俄罗斯。那结果呢？这个我认为他去年应该可能会到接近90万了，那今年可能就会超过200万了。因为那个就是口传效果开了嘛。对，它人口是1亿4千万，俄罗斯啊，是啊，我就举这个例了啊。那你再去想一想非洲，非洲现在的人口是12亿，对，我们就说它1%是中产阶级了，1200万人，那请问他要买什么车？性价比好的车啊，我一定是买比较便宜的车，对嘛？不然你要买什么车？对不对？那中东呢？东南亚呢？中东可能就分了，有的要买比较便宜的，有的要买比较高等的。有的就欧美日韩还是会进去了，可是就是说，它那个中层价位、低层价位的车就被扫掉了，就是会有这个现象啊。那看起来无法阻止啊。所以后来我就观察到一个现象，这个包括德国跟俄罗斯都做同样的事，因为它实在是没有办法啊。我后来就去看俄罗斯汽车的排名啊，前5名啊，有3个都是中国的车，可是它不叫，它都是俄文的名字。换一下，让大家不会有这么有剥夺感。不是，它合资哦，各占一半，可是那个车事实上就跟中国车一模一样。比如说江淮汽车，这是中国的一家车厂嘛，然后他去俄罗斯合资嘛，那俄罗斯的车市场就是江淮汽车啦，可是它叫俄罗斯的名字。那德国的车也是来跟中国合资啊，因为搞不过啦，所以我只好来跟你 join。没关系，我们只要变成了朋友，你赚我有赚，大家都一起赚。我现在就是这样，你只能这样。那日本没有嘛？对，所以日本现在不知道怎么办。特别是在中低价，性价比很高，以前大家都觉得日本车性价比很高嘛。比如说大众汽车，对，就德国的车了啊，它到时候你就会看到貌似德文名字的车啦，然后在东欧巴尔干卖得下叫，那事实上是中国车。这样你懂我的意思？懂了，就是这意思。懂了，就是在合纵连横上面，商场如战场，大家要想方法来突破，他不得不想办法来找朋友。他不一定要来你这里弄啊，因为你找到了制造的方法。是，
那另一个部分，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我想要请教一下老师，怎么样看？来，国际间另一个战场就真的是战场了。中俄现在在联合国理事会，联合国这个大会安理会上面呢，他们是由俄罗斯这边要求召开，说要来解决中东问题，必须要开紧急会议。好了。来开紧急会议之后呢，俄罗斯这边先讲说，你看美国去炸人家，故意的、蓄意的挑衅。中方呢，将军这边马上就讲了，说不是嘛？你们一直讲说这边很乱，那不然到底是谁在乱？是谁在激起这边新的一个矛盾？美国说不是嘛？我有人挂点啦，我有人死伤啊，我必须要有自卫权啊。你怎么样来看这新的一局？因为现在有另一个传出，就是说中俄方面都还没有正式证实，但是有媒体南华早报报道说，中俄伊朗即将要在这个中东区域上面来举行海上演习。之前有过，但现在呢，在这个时候举行，当然大家就会讲说，是不是大哥来帮忙一起撑腰？你怎么看局势的变化？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演习不是第一次。对，我跟你讲，他们在安理会提这个问题，是因为美国现在在伊拉克的基地，那伊拉克政府已经告知你，请你离开。对啊。那通常没有当地政府同意的情况，你设基地是没有正当性的。那叙利亚更是如此。叙利亚当初是因为要打伊斯兰国嘛，所以你就设了基地嘛。那叙利亚从来没有欢迎过你啊。那美国目前在伊拉克是2500嘛，在叙利亚是900，你为什么不走？我要走，我等事实上俄罗斯是在讲这个问题了。那美国当然就说我被打嘛，对。可是你被打的原因是因为你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啊，你在这里当然会被打啊。事实上你已经被打了165次。昨天又再被打一次，然后库德民兵死的不是美国人，是库德民兵。对对，叙利亚那边。那可是不是美军啊，是库德族。好像死了6个还是几个？6个啊。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俄罗斯就在质疑你的正当性啊。因为美军基地几乎全世界大部分都是当地政府同意的。是啊。可是伊拉克跟叙利亚就不是嘛？你为什么不离开？然后整天那边叫说好危险啊，我被打啊。问题是我没有请你来啊，请你离开嘛。而且你要退出去很容易啊，你到科威特那边有12000美军啊，或者卡达啊、阿联酋啊、巴林啊，到处都有美军基地啊。沙特阿拉伯只有3000啊，你就去那边嘛。约旦也可以啊，约旦目前美军基地在3000，那个都是同意的。可是伊拉克跟叙利亚没有同意你来啊。所以你会被炸是你活该嘛？谁叫你在这边弄基地？他就会这样讲嘛。所以我觉得，我认为那个伊拉克跟叙利亚的这个实验民兵，他的目的就是这个，就是请你离开。事实上，这个跟以色列加沙战争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可是因为现在联动到加沙战争，对，所以就使得这个议题会被看见。这个议题已经很久了。不然你怎么会被打165次，对不对？现在是你继续守在这里，等于就是在护航以色列继续打加沙。被人家做这样的连结。是。那事实上也是。OK。事实上也是 OK。就是说你在打伊拉克、打叙利亚，你等于是在维持啊。就说加沙战争你没有直接介入了，可是这些民兵是反以色列的嘛。他们本来是可能会进去助攻啊，比较像是里面有人在处理事情，你站在外面挡门的那个感觉啦。对，等于这个味道。所以，就巴拉伯国家的立场就认为说，你已经介入参战了，你美国已经参战了，所以是在这个氛围下，才说你为什么不离开？人家早就叫你离开了。所以中俄现在在安理会提这个议题，事实上不是原来的议题哦。原来的议题是说2国方案嘛，那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要好好谈嘛，他们不是在提这个啊，他们是在提说你美国、伊拉克跟叙利亚，人家叫你走开，你怎么不走开？就是认为说你没有正当性这个议题事实上美国是不容易辩护的啦，因为你当然会说我被打啊，所以我要又来打我。虽然死的是库德族的人，但是你打的也是我美军这边的基地啊，那为什么又要来打我？对不起你那个基地没有人允许啊。你早该走了，你走了就不会有人打你了啊。问题在这里啊，就是你
你射击力是没有正当性的，问题在这里啊。那所以这个东西你觉得跟鸿海这边的连结度呢？因为鸿海这边又开始了嘛，又打了美国船只，打了英国船只。我跟你讲，这个广义啊，都是伊朗的外围啦。对啊。可是原因不一样啊，因为胡塞组织那个行为就是违反国际法，你不可以打民船啊。你打民船就是违反国际海洋法嘛。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中国大陆也反对胡塞组织这样干啊。可是他认为，中国大陆同时也认为胡塞武装是加沙战争的外溢。对。所以本源还是要回到加沙战争。所以胡塞武装那个问题是直接连接到加沙战争。但是你说先前的那个美军基地那个就不是，不能说那个是外溢，但是也门这个可以算是外溢，这非常直接，非常直接，因为他就公开这样讲啊，是说我是要支持巴勒斯坦啊，我要用这个行为来逼你停火，那当然你这个行为本身也是不对的啦，但他会说我不用这个行为，你会理我吗？对，对不对？对，可是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美英没有能力搞定他嘛。对啦，轰炸了也是炸了，但是没有用嘛，因为他会躲起来嘛，因为他是游击组织嘛。那如果说回到以色列这边，然后最新的终于有一个比较确定的，就是在内塔尼亚胡他讲了3样哦，他说那3样呢，基本上消灭哈马斯给了一个定义，跟先前听的又不一样。先前你听到他说他消灭了高层，结果他现在讲那个消灭哈马斯的定义，好像跟高层也没什么关系哦。包括了说呢，他说，现在呢，他们现在已经有让哈马斯的陆军营崩溃，但是呢，24个营里面剩下的在南加沙跟拉法啊，现在这边人最多呢啊，现在他是真的要去打这边的人吗？这边的难民该怎么办？因为在目前呢，其实230万人口里面一半以上就是100万人是挤在这个地方，那你真的要出手吗？没有人知道他会怎么做。再来就是阻止他重组，说要开始清扫，然后地道不能留。这些他是蛮具体的给出一个说法，但这些说法都很明确的讲出，好像看似有终点，但其实那个很遥远。你怎么样来看？因为他现在碰到一个质疑啦，就是美国 CIA 有做估计啊，美国 CIA 是认为以色列至今最多杀了9000名哈马斯啊。那哈马斯的人数一般估计是2万5到3万之间嘛，所以事实上你大概只杀了30%多嘛，那你如何做到啊？那以色列就在那边，他最近就狡辩了，他说没有啦，我已经杀了2万人啊。可是这个数据让人怀疑啦，为什么呢？因为目前加沙战争上升的人总共2万8，里面有2万个是哈马斯，这谁相信啊？人家就看到一大堆妇女跟儿童被打死啊，对不对？所以就是给人家感觉以色列有点后继无力了。那如果他要再往前，再做比较大规模的作战，那就又要死一大堆人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胡塞组织出来了嘛。事实上，他最近为什么必须回答？他以前根本不想回答你了，因为时间的急迫感出现了。对啊，就是胡塞组织的贡献就在这里。它造成了必须迅速结束加沙战争的急迫感，不然我联动到红海的货运，大家都受不了啊。本来加沙战争是跟大家没什么关系啊，就你那个封闭起来的一个内部的这个以色列关门打狗，类似这样的行为嘛，那可是胡塞武装现在给你外溢到红海的货轮啊，那大家受不了啊，所以各种压力就到以色列身上，说你到底是要做到什么程度才算结束嘛？所以你刚刚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啊，到底怎样叫结束？就那100多万人挤在南加沙，对，那你还要攻，那这样要死多少人？没说，他也没说有没有会真的就打进去。是啊，所以这个部分，这个我们简单讲，在军事的术语上叫做你的 end plan 是什么了？你如何结束了？他现在就给人家感觉他找不到结束点，因为哈马斯在被你打了之后，现在也变成小团体的游击战。
而他现在也说他同意，好像给了一些比较具体的东西信息给卡达，说他愿意交人质，然后停战休战，但是看起来不，以色列认为没有他可以停2个月，那2个月之后还要再打，那这个哈马斯怎么可能同意？不是完全停战？哈马斯要求他撤军嘛，就是说我把人质全放了，你撤军嘛，那以色列反对嘛，以色列说这样不是投降吗？他用的词就是投降你打人家还叫投降啊？那个以色列说我停2个月，那你把人质都放了，那哈马斯当然不愿意啊，我把我筹码都放了，你还要再继续打，就变成这样啊。新的这个方案到底什么时候能谈定？因为布林肯现在人还在中东，还在绕，还没有绕出来，绕了一圈出来，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真的谈出什么东西来。如果可以谈的话，可能对于川普来说会是一个蛮大的礼物啦。最新的民调NBC 的民调，现在呢，拜登只剩42%，然后呢，川普呢是47%，那拜登的施政满意度已经跌到上任以来最低的37%。那这里面其实很多人都认为呢，他基本上在整个包括了28%的美国人认为拜登具备担任总统所需的头脑敏锐度。好像不高但是近60% 的民众觉得他现在处于精神耗弱的状态，就是即便他派出了叫中东问题特使啦、布林肯啊，大家都去那边很久，但在这个问题上面，在边境问题上面，看起来他就是什么东西都解决不了。不，边境问题比较好处理了。边境问题他只要跟德州达到一个妥协案就好了，就是说你不要用刀片蛇网嘛，那你用别的方式去挡，他假装没看到，这样就可以了。因为目前最高法院的那个判决5-4是针对他用来阻碍移民进来的方法，是针对方法违反人权有争议。那讲的就是刀片蛇网，对，并不是反对他管制移民，不是啊，所以你管制移民我没有意见了，可是你要用符合人权的方式，就是这样。所以我认为这个妥协点应该找得到。那川普有可能在选前遇到什么样的灾难吗？因为现在他的那个4年前不承认败选，然后好像有民众闯到国会里面，现在他那个时候他要求他那个时候应该是总统，所以他有绝对豁免权，这个东西可能要被拿掉了，会影响到他的选举吗？不会，不会，因为他除非被定罪有教唆叛乱，那叛国罪定谳，他才会被剥夺参选资格。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在讨论这个案子？因为如果他被定罪叛乱，半数的选民很希望赶快速战速决，半数选民说他们希望这个案子快点速战速决。你如果把川普定罪，就国会暴动那个1月6号那个暴动罪，说他教唆叛乱那叛国罪那美国内战就开始了。你看着办好了。我跟你讲有人去做了调查，说在就是川普那个1月6号那个暴动大概是2021年嘛那个时候美国的那个民兵组织大概是60几个民兵组织就是有枪的那种，那现在是300多个，那我跟你讲，大部分都是偏共和党的，对，那共和党比较有钱嘛，所以他们武器相当精良所以你如果把他们的川普用叛乱罪来判我认为一定会出大事。那如果是一般的刑事罪比如说什么伪造文书啦，什么那个做假账啦那种的他只要当选总统就刑事豁免。对，你不能抓他。对，那所有的审判暂停。对，所以他根本不理你所以这些对他来讲不是问题。他的官司目前有200多个是，还包括各种对妇女的也有啦，这商业的也有啦，然后诈欺啦，一大堆啦，乱七八糟啦200多个那看来看去，反正就只有叛国罪会剥夺你参选资格。是，可是可能性极低啦。OK， 就不会是问题。那所以这样子的话，拜登就真的要小心了呢。拜登现在看起来按照算个北呀，怎么看？民调就是很低呢。我跟你讲你也不要太悲观了。不要太悲观，
美国的选民一般只记得最后3个月的事了。民主社会好像大家现在还很久了。对。我跟你讲，3月5号才 Super Tuesday 嘛，超级星期二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分析美国选情都是非常非常初步的啦。是。因为3月5号之后，如果川普赢了超级星期二，他大概就笃定成为候选人了。是。那接下来他会去找他的副手嘛，然后他有一些团队会浮上台面嘛，那大概要到6月左右，整个战斗队伍才成型啊。那美国选民只记得这个8、9、10月的事情啊。11月 finalize， 8、9、10月8月之后才是重要的，才是重点。你去看那个希拉蕊嘛，希拉蕊快赢了啊，对，结果维基解密突然给你丢出他的 email 嘛，对，2万多个 email 嘛，希拉蕊就立刻就倒下来了，这是最后1个月，所以我认为还早了。好，这件事情如果还早的话，那就要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因为呢，在亚太地区来说的话，现在呢，大家就会讲了，美国现在是不是要把3海联动？什么意思哈？从东海、台海到南海。好，我们先从这个上面一点点来看，中日之间他们现在是在钓鱼台这边有争端了。请教一下亮哥，你怎么看？在目前为止，因为就是海上。其实从去年11月，我有记错吗？去年的11月开始他们就开始讲说，他们今年会定期的几乎每日的来巡航啊。现在真的船来了，然后呢，还把这个日本的船进去之后呢，日本说离开我们的领海，然后你这边绕，然后再慢慢的走掉。海上之外，空中是直接驱离日本的这一些军机。那您怎么样来看，在这一个地方？因为也传说日本他们要开始在冲绳这边增加，比如说这个预警机啊、巡逻机啊、驱逐舰啊，会这边真的很紧张起来吗？中国可能会派一些比你大只的海警船来了。但美国也有说要来帮忙啊，有没有开始什么真实地图啦，在研究说如果真的中国侵入要怎么策略啊？那个是军演，那个是军演，对军演的。我们是在讲钓鱼岛是周边的巡航。是。那中国大陆大概每天都去了，那他未来可能派比较大只的海警船了。因为中国大陆的海警船3000、4000吨到12000都有。对。日本的海警船最大就是3000吨。所以他如果派来的比你大只，你怎么办？可以跟老大哥求救吗？不可能啊，美国不会介入了。因为这个是中日领土，而且立场都很硬了。我认为中国大陆可能不惜跟你撞船。这边会比在南海硬就对了，这样子看起来是这样吗？南海这样理解吗？南海并没有船真的要跟他对干啊。菲律宾有真的来对干吗？没有啊。菲律宾只是要进去运补而已啊，他并没有要占领仁爱礁啊，仁爱礁是一双破船卡在那里啊，然后他要去运补，他要修船然后他要提供建材去那边做巩固嘛，那中国大陆不让你进去啊，是这样，是情况不一样，那至于其他岛礁的主权争议，并没有发展到船对峙啊，没有啊，所以你觉得这边是到最后是真的火药味？因为日本如果连这个动作他都不敢做哈，那他大概就会被亚洲各国也看衰了。那事实上他没有办法做，因为中国大陆有一些海警船是军舰改制的，日本没有这个规格了，这个很现实的。而且中国大陆未来的整个作战舰远远超过日本了。那他有一些船就是3不5时会经过你旁边呢。这个我认为第一岛链中国基本没有对手了，除了美国之外。但就是美国什么时候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加入？可是我非常怀疑了。你是说他会不会加入这件事情？他不是介入钓鱼岛这种小事了，他是自由航行啊，然后要擦边过你的西沙啦，擦边过你的填海造陆区啦，那中国要赶你走嘛，是这种问题了啊，已经发生好几次了，就美国的自由航行是，我来了嘛，我绝对不会转弯的，因为船转弯就是丢脸，你知道吧？你要就直接撞上去，你如果偏离
蓄意转开，就表示你认怂了。那中国大陆就摆明了要跟你撞啊。上次有2艘开得很近，然后后来彼此来释放影片，然后在那边讲说你怎么样，你怎么样那样，就这个场面，我认为只会更多啦。而且你不要忘了，现在中国的防长董军是海军出身的所以我觉得他被交付的任务就是，你这个区域拒止的行为，海军你给我做好。我认为空军他基本上已经做了啦，各种驱离动作都做了嘛。那现在轮到海军了，OK， 所以他不可能示弱了，不可能。所以在这边钓鱼台这个部分，可能在今年会有一些，不是钓鱼台啦，是你刚刚讲的山海连线。山海连线它要自由航行，那中国大陆不会让嘛？每一个都不会让，都不会让。那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你赞不赞成蔡英文去太平岛？他不是我赞不赞，他不敢去了。你说100%不敢去哦？因为今天舒淇的讲法是90%他不会去，不是90%，是100%，是10000%，他不敢去了。你的判断会是什么？因为他不敢违背美国啦。因为上次马英九去的时候，其实美国很生气，美国不是很开心。不过据我了解，美国还是在不远的地方做互飞啦。如果你说上一轮，美国还是有跟着飞啦。因为他也不希望有意外状况。那舒淇是说，如果解放军的军机上来，你怎么办？因为我们的战斗机飞不到啊。对，那个地方1600公里嘛，我们只能够用运输机载你过去嘛。所以如果有人在空中制造状况，我们是一点防御能力都没有。那你干嘛陷入这样的风险？尤其你现在跟大陆关系这么差，那美国事实上就会跟你讲，你不要去了。这个事实上这件事我是有点觉得怪啦，就是国防部怎么会突然之间1月盖好了码头啦？这不是陷你于困境吗？为什么？你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不5月再盖好？当然啦，这个拖很久了，这已经拖好几年了。是啦，那就刚好这个时候完工啊。那你就5月再宣布嘛？你为什么要现在宣布呢？你不是让蔡英文很为难吗？你这讲的有点阴阴暗暗，灰灰白白。这个让人家觉得很奇怪啊！说拖那么久的工程，你偏偏在1月给我宣布，你是干嘛？送你毕业礼物啊？不会，他不会去啦。我认为了不起叫国防部长去了，而且去非常辛苦哦，因为那个林玉芳他坐过那个飞机哦，他要坐4个小时，而且上面连像样子的经济舱都没有。他就是坐运输机的位置，然后要用那个吊椅这样把你撑住，很晃的。来回是8个小时哦。那个姑奶奶受得了吗？为了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总统，支持总统出。燕营可以，燕营没问题。是哦，为了采访我们是可以哦，是不是？我们为了采访，我也去过钓鱼台哦。钓鱼台那么近，拜托。结果一上去就吐了，会晕船了，因为马上就会晕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啦，在新的一年看起来就是到底有没有可能在3海联动的这个部分，因为美国现在看起来就是除了从东海，然后在台海，然后到南海这一边一路下来，在新的一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布局？那现在印太沙皇他也当上了副国务卿，虽然呢这个亮哥一直觉得说白宫那个印太副国务卿管不到印太司令部啦，那是军方的呀。对啊，那个印太事务主任他也不爱走啊，来去做副国务卿干我卡后。但不管怎么说，新的局势正在形成，在新的一年呢，希望说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嘛，龙年好不好？希望大家呢龙中平安。今天再一次要谢谢亮哥，同时也要跟大家来说一声再见喽，我们就过完年后再见，拜拜，拜拜。